嗨，你好，今天是2025年12月25日，圣诞快乐！圣诞快乐！不知道你是不是正在拆礼物？我猜啊，今年很多人收到的新玩具，80%都跟健康追踪有关。像是新的智慧手表啊、健身手环之类的。对，这刚好可以带到我们今天要深入聊的主题，就是都已经2025年底了，AI 在医疗科技里面究竟是真材实料，还是只是炒作出来的泡沫？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我们手边正好有一大叠最新的产业报告、学术评论跟新闻文章。我们就是要帮你从那种专业的医院设备，一路看到你手腕上的穿戴装置，把 AI 医疗的真实样貌给拼凑出来。我快速翻了下资料，感觉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怎么说？一方面，你看哦，美国 FDA 核准的 AI 医疗设备数量，从2022年到现在，短短3年几乎就翻了1倍，成长非常快。但另一方面，很多专家却拼命警告说，这些产品的临床证据根本不跟上市场的热度。好，我们就来好好拆解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没问题。先从最吓人的地方开始看好了，就是市场的成长速度。AI 医疗设备的市场每年的复合成长率是30%到40%，这速度根本跟火箭一样快。这数字真的很惊人。而且具体数据是 FDA 核准的 AI 设备，2020年还不到400件，到去年也就是2024年8月，已经冲到950件了。没错，而且成长最快的领域是放射科 ，AI 辅助判读影像的设备，从2022年的300多件暴增到现在的956件。这个不意外。对，这个大家早就预期到了。但这里真正有趣的地方其实不是放射科哦，更有趣的是，这股浪潮正扩散到其他专科。你看，几年前眼科根本就没有任何 AI 工具，是零。对，是零。但现在 FDA 也核准了10种眼科相关的 AI 设备嘞。等等，你说这股浪潮，我一直以为这都是最近几年就是深度学习技术成熟之后才搞出来的新东西。不完全是。但你手上的资料显示，这其实是几十年发展下来的结果。那个70年代的 AI 跟现在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吗？问到重点了，我们确实可以把根源追溯到1970年代，当时就有像 MYCIN 这样的专家系统。MYCIN？ 对，但他们的运作方式跟现在完全不同，他们是基于规则的。规则？意思就是你必须先把一堆医学知识写成那种如果就的规则，再喂给电脑。但现在的 AI 是数据驱动的。数据驱动。它不需要你教它规则，你只要给它看几百万张肺部 X 光片，它自己就会学会怎么辨识肺炎。这个从规则到数据的转变，才是真正的游戏规则改变者。原来如此，是学习方式的根本改变。难怪现在大公司也全部跳进来了。没错，像是飞利浦和 Masimo， 他们今年9月才刚续签战略合作，要把 Masimo 的穿戴感测器和 AI 技术整合到飞利浦整个病患监护平台里面。这感觉不只是单一产品，而是要打造一个生态系了。你说的没错，这是一个关键的转变。以前 AI 可能只是一个独立的判读软体，装在放射科医生的电脑里。现在它被嵌入到整个医疗流程中，从医院的中央监控站一路延伸到你家中的远距照护设备。OK， 市场很热，技术也演进了几十年，听起来一片光明。听起来是这样，但接下来事情就急转直下了。我们手边这份2025年针对691件已核准设备的系统性回顾，里面的数字，说实话有点吓到我。我想你指的是临床证据的部分。对，这份回顾发现，在这将近700件设备里，只有1.6%，也就是大概11件有提供随机对照试验，就是 RCT 的数据。1.6%？对。RCT 是验证医疗技术有效性的黄金标准，少了它，你很难说这个东西真的有效。不止这样，更夸张的是，只有不到1% 的设备报告了他们对病患最终治疗结果的影响。这个很重要。对啊，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说我的 AI 能更快找到肿瘤，但却没有数据证明用了我的 AI，病患的存活率真的提高了，这中间的差距可大了。但最让我惊讶的是你接下来要说的那个数字。没错，95.5%，
将近96% 的设备摘要里根本没有提供训练数据的人口统计资料。对，像是种族或性别。这太离谱了吧？这不就等于我们买了一个药，但药厂不告诉你这个药是在男人、女人还是小孩身上做实验的。很好的比喻。如果这个 AI 模型只用80岁白人男性的数据来训练，那它对亚洲女性的判读准确度，谁能保证？完全没办法保证。这就带出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既然临床证据这么薄弱，这些设备到底是怎么通过 FDA 审查的？对呀，怎么过的？答案就在他们走了捷径上。数据显示，高达 96.7% 的设备是透过一个叫做 510K 的途径拿到许可的。510K， 我听起来这根本是个法规漏洞啊。你可以这么说。你的意思是，厂商只要证明他们的新 AI 跟市场上某个旧的已经合法的设备实质上等效，就可以上市了。是的。所以那些真正创新的演算法部分根本没有被最严格的标准检验。你的理解完全正确，这就是为什么最严格、需要从头证明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上市前审查，也就是 PMA 途径，只有 0.4% 的 AI 设备在使用。哇！绝大多数的产品确实没有经过最高标准的检验，不过这也不代表他们就完全没用啦。有些案例确实证明了 AI 的潜力，比如 IDXDR， 它可以在没有眼科医生的偏乡地区自主筛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非常有价值。还有像 AliveCore， 它让你的手表能初步解读心电图，及早发现心房颤动。我看到资料里有个关于结肠镜检查的研究，这个例子把 AI 的两面性讲得非常清楚。是，那个研究很有趣。研究发现，有 AI 辅助的时候，医生发现息肉的几率确实提高了。但好玩的地方来了，当研究人员把 AI 辅助关掉之后，那些之前过度依赖 AI 的医生，他们抓到息肉的几率，竟然比他们一开始还没有用 AI 之前还要低。这就是专家们最担心的去技能化 （de-skilling） 的风险。去技能化。对，这个现象也引发了一个核心辩论：AI 在医疗领域到底应该是辅助人类的增强工具，还是最终会完全取代人类？这听起来很可怕就像我们现在太依赖 Google Maps， 结果真的要你看纸本地图的时候，可能就完全迷路了。所以医生也会有这种医疗导航依赖症吗？完全有可能。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大部分专家的共识是 ，AI 应该扮演的是副驾驶的角色。副驾驶？对，帮忙提醒、辅助，但最终方向盘还是要握在人类医生手上，责任也该由医生来承担。好，所以我们知道了很多 AI 医疗设备的证据不太够，还可能让医生变笨。但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我们只是在谈论不准确的计步器，还是说这些设备真的可能对人造成实际的伤害？这就是问题最严重的地方了。根据报告，到今年年中为止，已经有36款 AI 设备通报了489起不良事件。489起？是。这里面大部分是软体故障，但也包含了30起对病患造成的实际伤害，甚至有1起死亡案例。虽然跟庞大的医疗体系比起来，这些数字可能不大，但考量到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任何一起伤害或死亡事件都代表背后有可能有系统性的风险。而且更让人担心的是，这489起事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只是冰山一角？对。FDA 自己的一份分析就发现，在所有核准的 AI 设备中，只有大约 5% 曾经报告过任何不良事件数据。只有 5%？ 是的，这代表上市后的监控机制还很不成熟，可能存在严重的低报问题。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浮在水面上的那一小部分而已。除了直接的伤害，另一个大问题就是演算法偏见。这不是学术上的讨论，已经有血淋淋的真实案例了。是的，最有名的案例就是某款用在加护病房的分流工具。事后分析发现，这个 AI 在评估病患的严重程度时，系统性的低估了黑人病患的医疗需求。为什么？追根究底，才发现问题出在它的训练数据。他把过去的医疗花费当成衡量未来医疗需求的指标。
但由于美国医疗系统里长期的不平等，黑人病患的历史医疗花费本来就偏低，结果 AI 就错误地学习到这个族群比较健康，这就是典型的垃圾进、垃圾出。哇，这真的很可怕。它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啊，而是把社会上已经存在的不公平，用 AI 的形式放大和固化呢。完全正确。除了偏见，还有数据安全，这也是老问题了。报告说，医疗领域大概1/3的数据外泄，会导致医疗身份被盗用。现在你家里的智慧血压计、血糖计全都连上网，这个风险只会越来越大吧？没错，每一个联网的健康设备都是一个潜在的资安破口。当骇客不只能偷你的信用卡号，还能偷走你最私密的健康数据时，这对你和整个医疗体系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好了，问题这么多，那到底谁来管？对啊，监管呢？现实状况是，全世界的监管机构基本上都在后面追着科技跑。真的是在追赶。像美国 FDA， 他们是直到去年底才正式发布了详细的 AI/ML 设备指南，但那时候市面上早就有快1000种产品在跑了。而且全世界的管法还完全不一样，形成一个非常复杂分散的局面。欧盟去年生效的人工智慧法案就超级严格，它直接把很多医疗 AI 系统归类为高风险。高风险？对，等于是在原本的医疗器材法规之上，又多加了一层更严格的合规要求。其他像澳洲、中国、印度也都在搞自己的框架，这对那些想做全球市场的开发商来说，简直是个灾难吧？没错，等于一个产品要应付好几套完全不同的规则。的确。这种法规的碎片化可能会拖慢创新的速度，但反过来说，这也是各国在摸索怎么平衡创新和病患安全的必经之路。最近有个案例，我觉得非常有代表性，就是今年7月 ，FDA 对穿戴装置公司 Whoop 发出了一封警告信。Whoop 的案子。对， Whoop 一直很聪明，把自家产品的血压监测功能定位成促进健康生活的通用健康工具。想用这种方式绕过严格的医疗器材监管，这是很多消费性穿戴装置公司的标准策略，永远游走在健康促进和医疗诊断之间的模糊地带。对，但 FDA 这次的态度非常强硬，直接在信里说，你们这个功能在估计用户的收缩压和舒张压，这就具备了诊断性质，属于医疗器材，必须接受监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代表监管机构打算把这个灰色地带的围墙筑起来了。聊了这么多专业和监管的事啊，我们回到你我身上，这对我们手上可能正在戴的智慧手表、手环到底意味着什么？我看到一个很明确的趋势，这些装置不再满足于只是秀给你一堆数字，而是要提供 AI 驱动的个人化洞察。Google 把他们的 Gemini AI 模型整合到 Fitbit 里，就是最好的例子。它的目标不再告诉你你昨晚睡了7小时，而是要变成你的个人健康教练。可能会说，嘿，我分析了你最近的睡眠模式，发现你深层睡眠比例下降了。对比你的运动记录，我建议你今天下午的重训强度可以降低20%。听起来不错。对，他试图把零散的数据转化成对你有意义的行动建议。这个方向听起来很棒，但这也带来了隐私的问题。当然 Fitbit 以前就因为用户数据隐私和同意权被骂过，现在 AI 要对你的健康数据做更深度的分析和推论，那你的数据到底怎么被使用这个问题，就变得比以前更重要100倍。与此同时，商业模式也在变。Garmin 今年3月推出了一个叫 Connect Plus 的订阅服务，要付钱的。对，1个月收$6.99，然后把一些 AI 生成的新功能，像是个人化的健康摘要，都锁在付费墙后面。这我可以完全理解为什么用户会暴怒。哈哈，对。这感觉就像你花了好几万块买了一台顶配的跑车，结果开回家才发现时速表要另外按月付费才能看，谁会开心啊？没错，这也碰触到另一个核心问题，叫做新奇效应。新奇效应。很多研究都指出，用户对新科技的热情通常几个月后就会迅速消退，所以厂商为了维系你的粘着度，就想用这些付费的 AI 功能把你绑住。我懂了。
但问题是，如果这些功能不够实用或者不够无缝，用户最终还是会把它们扔进抽屉里。不过在硬体技术上确实也有让人兴奋的进展。有报道说，三星正在为下一代的 Galaxy Ring 开发一种固态的梦幻电池。固态电池，对，可能会大幅延长续航力。这绝对是穿戴装置领域的圣杯。圣杯？是的，如果你每天或每2天就要把手表或戒指拿下来充电，就很难做到真正的24/7连续健康监测，特别是睡眠追踪会大受影响。没错。如果固态电池真的能让装置撑上1整个礼拜甚至更久，那才会是真正的游戏规则改变者。好了，聊了这么多，我们来总结一下，在2025年的圣诞节 ，AI 医疗科技到底在哪里？我的感觉是，它正处在一个充满活力、高速成长，但同时需要我们保持谨慎乐观的阶段。我同意，这是一个典型的科技走在证据和法规前面的故事。我想核心的矛盾就是创新的速度和病患安全之间的拉锯战。从我们今天分析的资料来看，专家的共识很清楚，现阶段的 AI 应该被当作是增强临床专业能力的工具，而不是要取代它。增强而非取代。对，未来要走得稳，关键就在3件事：演算法的透明度、高品质而且有代表性的训练数据，以及健全的上市后监测机制。所以对你来说，当你看到这些新的 AI 健康功能时，无论是在 App 上还是新装置上，或许可以多问自己几个问题。没错，它背后的数据是哪里来的？它在像我这样的人身上测试过吗？最重要的是，我的个人数据会被怎么使用和保护？在这个新时代，学会当一个聪明、有批判性思维的用户，可能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最后，留一个问题给你思考。我们今天聊的大部分都是 AI 分析从单一装置，像是从你的手表上收集来的数据。但下一个技术前沿叫做多模态 AI（Multimodal AI）。多模态 AI，它可以把来自完全不同来源的数据整合在一起。想象一下，未来的 AI 不只读取你手表的心率，它同时还能透过你家里的智慧音箱，分析你说话声音里的压力指标。哇！甚至可以透过房间里的镜头，观察你脸部细微的表情和呼吸频率，来拼凑出一幅真正全面的健康图像。这听起来潜力无穷，但同时也打开了一个关于隐私和伦理的全新潘多拉盒子。好好想一想，